嘿，大家好，我是 A。今天我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覺得十分之有用的一個技巧，或者是我覺得這個技巧你必須要學會的一個東西啊。其實是什麼？那就是我們熟悉的技能計算的一個技巧啊。那其實啊，為什麼技能計算那麼重要？那是因為啊，如果你知道對面還有什麼技能還沒開的話，其實你就可以根據對面還剩下技能來進行這個進攻的那個進取的程度啊。例如說，如果對面還有這個頭盔的反作的話，可能啊，你的那些進攻的手段就會變得不那麼進取。那所以的話，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我嘗試用這個計算技能的那個手法或者是那個技巧打的這一場比賽。那已經來到這個第一回的技能階段。那老實說，這個計算技能的那個技巧，其實我也用的不是那麼的好，尤其是那種比較高排位的戰鬥裡面，大家技能都會用的非常之眼花繚亂。那基本上我所會記得的那些技能的使用程度啊，只有一輪。对，如果當對面那個技能已經用超一輪的話，基本上我就不會再記下去了。那因為啊，如果你要強迫自己不停地記對面技能還剩多少的話，你會打得非常辛苦，而且那個整體的戰鬥節奏啊，很大機會也會受到影響。那但是我知道有些玩家是可以把對面的一些技能使用記得一清二楚，就是他永遠都會記得對面還有什麼技能還沒開，就算過了多少輪2輪3輪也是可以。那種玩家通常都是一些排名非常之高的玩家，而且他的整體實力也不會弱到哪裡去。總之都是非常厲害的玩家才會做到把对面技能全都記起來。对，那基本來到這個第2回合，那其實這個玩家就可以很好的讓我們訓練我們的記技能的那個技巧，因為他的技能只會開一輪，因為他是一個把所有的防禦型裝備都裝在身上的玩家，當他的一些反裝全都開完之後，他就不會開技能技能了，所以的話他的技能使用率只有一輪，就會很好的讓我們訓練我們的記技能那個技巧。OK， 這邊的話把他抓到，然後給他黑毛 combo。那也是啊，他前期沒有反擊的時候，我們就盡量打一個比較大的輸出，讓他後期打得比較吃力一點。我這邊抓到，那我們小一點，先把他重低防禦下來。那如果他重低還沒開的話，我們就不要貿然進攻。那這邊的話就是一個很大失誤，就是我們啊沒有把他重低很好的防禦起來。OK， 這邊抓到，然後還是小心一點。那我們為什麼剛才不給他的這個黑毛 combo 呢？其實因為如果大家記得的話，上一次那個黑毛 combo 我是直接把它打下去掉區的。那如果我們呢沒有把它打倒的情況下，是不能再給他第2套黑毛 combo。那個是遊戲一個設定，那個重力的設定，就是我們起碼要把它打倒第1次，才可以順利的接第2次黑毛 combo。OK， 我們這邊抓到，那我們直接把它踢下去，因為它的反裝已經存好了。那這邊他的衣服已經開了，那我們就先把這個重點所記着，然後我們就先把它披風也騙出來。OK， 這邊騙到，哎呦，但是這邊非常之可惜，我們沒有把他那個重低成功的反下來，讓他拿下第2回合。那我們來到這個第3回合啦，也是啊，一開始先把他的重低先防着，就不要着急啊，因為打滿眼劍客沒有把重低防禦掉的話，你是不能進攻的，這個是一個規定，因為他的重低非常之快，他抓的那個時機。哎呦，那這邊就是我沒有把重低防禦住，然後就進攻的一個下場，就是會被他直接打到。OK， 這邊的話可以啊。那這邊很明顯，那個戰鬥節奏就完全被對面這個滿眼劍客所把握住了。就是我們打滿眼劍客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不停被他那個重低打到，然後打下去掉下去，然後他不停地重複這一點，導致我們血量扣得非常之快。那我們啊，如果遇到這種事情，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打破他那個節奏的把控，就是不要讓他繼續把那個節奏掌握在他的那個手上，把那個主導權拿回來。那我們怎麼做？那其實就是先把那個距離拉開，然後我們嘗試把他的重低防禦着，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節奏重新拿回來了。OK， 這邊都抓到，然後我們直接把它打下去啊。OK， 因為我們知道他的那個盔甲還沒開，然後他的那個披風還沒開，那他的頭盔也沒開。那可以看到他的頭盔已經換了這個9尾頭啊。那剛才他已經開了這個衣服，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他那個披風跟這個頭盔逼出來。那這個就是我們打這種防禦型玩家要做到的事情。那我們先記着他的盔甲已經開了，那我們就打得比較不要那麼精確，因為我們知道他有2招技能還沒開，那我們就且戰且退，就不會讓他所有攻擊打到，因為我們血量已經不允許我們再受到一點傷害。OK， 這邊的頭盔已經被我們逼了，那我們的最後一個手段就是把他那個披風也逼出來。那基本上如果把他披風成功逼出來的話，就可以大膽的進攻。OK， 这個披風也逼出來了，直接用盔甲裝過去，因為我們知道他的一些技能全都用完了。如果我們不把握着機會把他抓住的話，我們是很大機會被他反殺的。OK， 這邊的成功把握着他沒有技能那個空槍騎啊，就讓我們成功拿下第3回合，來到這個第4回合。哎呦，這邊的話是一個很大的失手啊。那如果這邊失手被他打下去的話，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是直接拉開距離，不然其實他現在這個狀況就是我們常做的一個東西，叫做 spawn camp。對了，現在其實我們已經陷入了他這個 spawn camp 的領域裡面了，所以看到我們被他不停的打下去，掉落區。那我們要做的事情是直接拉開距離，那不然的話其實是非常之難擺脫他這個節奏的掌控了。那但是這邊很明顯我是不想直接拉開距離，直接跟他硬碰硬，而且這個風險非常之高，我是不鼓勵這樣做，因為這個是風險非常之大的一個做法。但是我們這邊的失手了，直接拉開距離，那我們就先把他這個重擊打反應者。我這邊又失手了，那其實這個失手會導致我的血量被打非常之多。這邊我直接用這個反裝來避開他那個重雕，其實就是一個嘗試打破他節奏的一個做法。OK， 這邊又抓到，那可以看到他的披風已經開了，那我們也是先記着，那我披風開了，那我們就可以嘗試繼續用第2套黑魔combo來把他的那個盔甲也逼出來，因為他現在那個反裝只是那個盔甲還沒開。OK， 這邊的話直接用這個披風把它抓住，因為可以看到他那個頭盔還是這個凛冽頭盔，還沒有換這個九尾頭，所以的話現在就是趁着他沒技能的那個時間把它收掉。